現在去逛 BMW 的展示间，你会发现后院停了好几台车，明明根本没客户下单过，重点是这些车完全没人開過。保護膜都還貼着，但竟然已經掛上車牌了，而且可能只掛牌了短短1天。在這些車的背後，其實隱藏着一個 BMW 原廠死都不會說，但業代和車商心知肚明，而我們一般買車的人卻被蒙在鼓裡的秘密系統。今天這支影片，我們就來好好扒一下這個內幕，那些沒人要買的全新 BMW 到底都去哪兒了？我們會從掛牌1天的業績車套路同行之間的 B2B 盤車拍賣，一路聊到外匯評書的洗車遊戲。影片最後呢，還會教你身為買家要怎麼利用這個系統去跟業代砍價，用超划算的價格撈到好康。我們馬上開始。第一章，總代理跟經銷商死都不會說的配額黑箱。如果你最近有去逛 BMW 的展示間，一定常看到一些主打正年份現車不用等的車。規格選配都幫你配好了，車窗上可能還貼着即刻交車，業務開給你的折價，甚至比你上網看網友分享的菜單還要殺。到底什麼是展示現車？既然當初沒人定，為什麼總代理的台北港保稅區或展間裡會平白無故冒出這些車？表面上買車的邏輯很簡單，比如德國原廠負責造車，總代理進口；台中的、高雄的授權經銷商負責賣車，但這真的只是表面皮毛而已。在這底下，其實壓着一套由年度配額、達標退佣、吃貨壓力和銷量槓桿交織出來的殘酷系統，絕大多數買車的人根本不知道。但也正是這套系統完美解釋了為什麼那些沒人要的全新 BMW 會憑空出現在市場上。簡單來說，總代理每年都會給底下各區的授權經銷商下達年度販賣目標。聽好哦，這不是建議，而是寫在特許合約裡的硬指標。只要經銷商年底掛牌數達標，總代理就會針對他今年賣出的每一台車，通通發放一筆追溯性的年度大紅包，也就是業界俗稱的達標退佣 bonuses。這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對吧？但實際在玩的時候，這意味着這間經銷商今年到底是賺翻還是賠死，根本不取決於他單獨賣你這台3系列或5系列賺多少，而是看他到了年底有沒有卡進那個總掛牌量的門檻。想象一下，如果某家經銷商到了第4季，大約10月、11月大會戰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今年的掛牌進度還差幾十台，怎麼辦？他就算賠錢折價吐利潤，也必須把車子清出去。這不是因為市場上真的有這麼多買客，純粹是因為年度結算的時間到期了。這種總代理與經銷商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就是我們今天所有內幕的起點。要處理掉這些賣不掉的全新車，車商最厲害也最常用的第一招就是所謂的一日領牌車。這個詞很多買 BMW 的車友一定聽過，但真正懂背後套路的人其實沒幾個。什麼叫一日領牌車？簡單來說，就是經銷商把一台全新完全沒人開過、里程數幾乎是0的車，直接用車商自己的名義去監理所掛牌，而且可能隔天就馬上辦停駛或過戶。這台車從頭到尾都停在倉庫裡，連動都沒動過。但在法律和監理系統的定義上，它的身份已經變了，它不再是全新車，而是變成了一台名義上有過一手車主的二手新股車。經銷商大費周章玩這出，到底是為了什麼？答案是一舉兩得。第一，只要一領牌，在總代理某德的特許系統裡就叫做已交車。年底或每季原廠在查業績的時候，這台車就會算進這家經銷商的掛牌數裡。這樣一來，車商就順利拿到了可以扣抵全年度所有新車的達標大退佣。第二，只要車子變成了二手新股車的身份，總代理就管不到了。平常總代理為了維護品牌形象和行情，會嚴格稽查底下經銷商，不能亂開價殺價破壞行情。但抱歉，這台車在法律上是二手車了，原廠的價格管制防線直接失效，車商想怎麼砍想怎麼吐利潤求售，通通隨便他。对買家來說，好處看起來超巨大，你買到一台里程數接近0、配備全新，甚至連保護膜都還在的車，但價格直接是新車，建議售價打個75折到85折。你在8891汽車網或 ABC 好車網上常常能滑到這種才剛領牌幾周的 BMW， 折價動輒就是20-30萬台幣起跳，甚至是上百萬。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對買家來說有2個很隱秘的坑。首先，在法律和行照上，你買下來之後就是第二手車主，等你幾年後要把車賣掉時，過戶記錄上就會顯示這台車曾經有過2個前手，這會直接影響到二手車商收購時的殘值。再來，最致命的是原廠保固。BMW 的保固期是從這台車第一次去監理所領牌的那一天就開始起算，而不是你交車開走的那一天。如果這台車在車商的後院裡停了3個月才賣給你，不好意思，你的原廠保固平白無故就先縮水了3個月。第3章，公務試乘車的包裝術、真假 demo 車背後的算計。
車商要清掉這些賣不掉的現車，第二個常用的大招就是把腦筋動到試乘車頭上。跟剛才聊到的一日領牌車一樣，大部分買家以為自己很懂試乘車，但實際上這裡面的水很深。官方定義的試乘車，也就是業務常說的 demo 車，通常是給客戶開出門試駕或是回廠保養時借給 VVIP 的代步車，再不然就是擺在展間中間的靜態展示車。但這只是表面，實際上的用車狀況落差非常大。在台灣的經銷商裡 ，demo 車其實分好幾種，有一種是真正被操得很凶的試乘車，短短半年、1年內就被無數個來看車的熱血車友輪番踩油門、急剎車，累積了好幾千甚至上萬公里。但還有一種神秘的 demo 車，它根本沒被開過幾次，里程數低到誇張，車商把它掛上公務試乘車的名義放個幾個月，純粹是為了讓它合法變成中古車身份，因為只要身份一變，車商就能解鎖財富密碼，繞過總代理的價格監控，用最彈性最劲爆的折扣把車賣掉。試乘車最有趣的地方在於，跟刚才的一日領牌車相比，它有一段真實的用車記錄。按理說，這段記錄必須完全透明，所以如果你想入手這種 BMW 試乘車，一定要請業務幫你拉出原廠電腦的車歷和保養記錄，甚至直接看車機裡的 iDrive 記錄。你要仔細確認這台車是天天被載客出門摧殘的真試乘車，還是根本是一台套着試乘車外殼用來避開價格稽查的全新庫存車。目前總代理某德也有推出官方的管道，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BPS BMW Premium Selection 原厂認證中古車。這些車會經過原廠最嚴格的全面檢測，還會額外附帶延長保固，開起來確實比較讓人安心。這種就是標準的一分錢一分貨。BPS 認證車雖然品質有保障，但它的價格通常非常硬，開出來的折價空間往往沒有你在外面車行或業務私底下塞給你的領牌車那麼香。第4章，同行切車大洗牌，買家永遠看不到的 B2B 盤車內幕。接下來我們要聊的是這整套系統裡最核心也最沒人願意公開談論的深水區。如果一輛 BMW 現車，經銷商用盡了一日領牌或 demo 試乘車的招數，還是砸在手裡賣不出去，那該怎麼辦？其實汽車業界有一套不對一般消費者公開的內部 B2B 盤車拍賣平台，在這個系統裡，全台灣的 BMW 授權經銷商直營點都會把手上的庫存現車、業績領牌車，或是剛好遇到小改款要出清的舊世代車型，通通丟上去。這時候只有全台有登記、有特許賬號的中古車商或同行才能進去出價競標，一般散客連看都看不到。這意味着什麼？一輛在北部經銷商展間卡關、怎樣都賣不掉的 BMW，可能會被台中的特許車商或是南部的中古車行在平台上標走。這些車商把車切回去之後，就會停在自己店裡，或是直接上架到891汽車網去賣。很多消費者後來去這家車行高高興興的買了這台車，壓根兒不知道他在監理所過戶給你之前，早就已經在 BMW 內部的 B2B 同行體系裡被當作籌碼轉手過好幾輪了。除了這種局部的車商盤車，業界還有更大規模針對租賃車或企業租購車退役的跨區拍賣系統，每年經手的車輛都是好幾萬台在計算。這對買家來說代表了什麼？你在891上看到一輛標榜一手車、里程低的 BMW 認證新古車，它背後的真實身份理論上可能是這樣演出來的。他剛從工廠出來，先進到北部經銷商 A 变成一日領牌車，接着在 B2B 拍賣會上被同行切走，最後進到中南部車行 B 的展間，才賣到你的手上。這樣玩完全合法，但絕大多數的買家根本不知道自己買到的車經歷過這種大風大浪。第5章，跨國洗車大作戰，打破總代理壟斷的平行輸入外匯車。當台灣在地的經銷商把能玩的手段都玩過一輪，而原廠那邊的庫存壓力還是大到爆表的時候，接下來就會啟動第3條路，跨國洗車。這在國際汽車貿易裡非常常見，而在台灣，這就是大家又愛又恨的平行輸入外匯車。這套跨國洗車的邏輯是這樣玩的： BMW 是面向全球生產的，某些車型或特定的選配在歐美當地可能因為市場轉變或是小改款要來了，導致銷量不如預期，甚至不符合当地人的胃口。這時候原廠就會把這批車透過全球物流網路導流到其他更容易賣掉的國家。這時候台灣最厲害的專牌外匯車商就出手了，他們會直接去美國、加拿大或歐洲的特許展間，大批掃下這些全新現車或一日領牌車，然後開洋行坐船運回台灣。為什麼要這麼大費周章？因為 BMW 在全球各國的新車定價和經銷商利潤空間完全不同。同樣一輛全新 BMW 在北美或歐洲部分地區，原廠給的折讓和利潤空間非常高，外匯車商把他們拉回台灣賣。
成本竟然比你直接去台灣總代理買還要便宜一大截。在台灣各大知名外匯車商常常在臉書或8891上公開打出高達30%甚至40%的破壞性折扣，相當於總代理新車價直接打6到7折。這絕對不是詐騙，這真實反映了台灣總代理跟國外原廠特許網絡之間的巨大價差。對想省大錢的買家來說，外匯車絕對是個超補的機會，但魔鬼往往藏在細節裡。首先，這群跨國洗過來的車規格配備可能跟台灣總代理進的不太一樣，像是寒带國家過來的車會標配方向盤加熱、座椅加熱，但可能少了台灣人最愛的某幾項科技配備，這買之前一定要對清楚。其次，保固的玩法完全不同，總代理的車有官方保固，但這種外匯車在台灣原廠保固通常不適用，你必須依賴外匯車商自己配合的保固險或是配合的外厂保修厂來處理。而且從海外訂車、坐船到台灣再過 RTC 驗車掛牌，前後耗費幾個月是家常便飯。內行的人玩外匯車可以用不可思議的預算爽開全新 BMW， 但如果你是個什麼都不懂的白紙，這中間選配的坑和保固的雷可能會讓你繳學費繳到哭。第6章，大老板節稅的秘密通道，撐起半邊天的企業法人租賃車。接下來這個管道是經銷商在清庫存現車時的終極大絕招。這個市場的龐大程度絕對超乎一般散客的想象，你知道嗎？在台灣的豪華車市場裡，其實有非常驚人的比例，尤其是像5系列、7系列這種中大型商務車款，新車掛牌時根本不是掛在一般人名下，而是登記給企業法人。也就是大家常聽到的租賃節稅車或公司公務車。全台灣有太多中小企業主、竹科、高階主管買雙 B 都是直接走公司長租，也因為這樣，總代理和經銷商內部都有專門对應各大租賃公司。科學園區大廠的法人大宗採購部門，當經銷商手上的現車快要壓到頂賣不動的時候，他們會怎麼做？他們會直接去找合作的租賃公司或是大企業的總務主管。原本一般散客去展間砍到薦骨也拿不到的折價，經銷商直接整批大放水塞給法人。一間公司如果一次要簽10台主管代步車，拿到的折扣絕對跟你在那邊單買一台不一樣。如果這台現車又是經銷商急着想在年底清掉的庫存，那開出來的法人專案價絕对會低到讓人下巴掉下來。這件事跟我們一般消費者有什麼關係？關係可大了，因為這完美解釋了你在891汽車網上常看到那些數量爆炸、年份極新、標榜一手公司租賃退役、純跑高速、全原廠保養的二手 BMW 是怎麼來的。就拿最經典的 BMW 320i 或 520i 來說，好了，它最初很可能就是展示间裡沒人訂的現車，被車商透過法人長租的管道低價塞給了某家大公司的經理當做車，開個2-3年租約到期之後，這台車再順理成章的被回收倒回中古車市場。這就是豪華車市裡最大也最安靜的庫存去化生態鏈。第7章，連原廠都撐不住了， BMW 親自下場大撒幣的促銷內幕。有時候光靠底下經銷商在那邊搞一日領牌或是塞給法人車隊，根本沒辦法消化那麼多庫存。這時候怎麼辦？沒辦法，連德國 BMW 原廠都必須親自跳下來開外掛打價格戰了。回顧2024年底到2025年， BMW 原廠就罕見的針對旗下幾乎所有車型推出了官方的購車大補助。這可不是什麼私底下給車商的秘密達標退佣哦，而是直接敲鑼打鼓公開對大眾喊話的行銷大促銷。當時著名的財經媒體商業內幕就直接爆料， BMW 為了拉抬銷量，正在砸重金狂推官方補貼。其中最經典的例子就是當時大名鼎鼎的 BMW Electric Boost 電動車購車大紅包。當時歐洲許多指標性的大型經銷商集團都瘋狂主推這個官方的油轉電升級專案，也就是說，你在原本跟業務談妥的優惠之外，原廠還會額外再塞一筆大裝備或現金補貼給你。原廠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硬生生把當時嚴重卡關賣不動的純電車銷量給逼出來。到了2026年初，許多提倡汽車交易透明化的海外專業網站就陸續踢爆了 BMW 官方的庫存現車大放水清倉價，你敢信嗎？連身為老大哥的旗艦頂規休旅 BMW X7， 官方直接給出的清庫存折扣就高達 15%， 在台灣這身價相當於直接現折70-80萬，其他熱門車款也通通都在瘋狂割肉求售。到底為什麼堂堂豪華車老大哥會被逼到這個地步？因為這幾年 BMW 全球的總銷量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海嘯。最致命的痛點就在中國市場，在2024年第3季 BMW 在中國的銷量直接滑鐵盧暴跌了 30%，
不止中國市場慘，連德國本土的掛牌數據也大幅縮水。但尷尬的是 BMW 全球的生產線還在日夜不停的運作，即便市場需求都在掉， BMW 在2025年全球依然硬生生生產交付了246萬輛新车。當需求在萎縮，工廠卻還在瘋狂制造，那產出來的幾十萬台現車要去哪兒？總得找地方塞，對吧？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群官方大撒幣促銷的出現。它的機制非常簡單， BMW 原廠直接塞一筆預算或額外補貼給底下的經銷商，這樣一來，車商就可以用超級誇張的折價把車子清出去，而且還完全不會傷到經銷商自己的利潤毛利。說白了，就是原廠拿錢出來貼補終端零售。因為對 BMW 這種跨國巨頭來說，一輛車只要能順利開出展示間，掛牌上路，在財報和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絕對比一大堆車在港口或後院裡曬太陽變成燙手山芋要好看太多了。第8章，買家終極外掛，如何利用這套系統幫自己省下幾十萬。看到這裡，整幅車市內幕的拼圖已經完整了。現在最關鍵的問題來了，身為買家的我們到底要怎麼利用這套遊戲規則來幫自己省大錢？首先，大家要有一個最核心的觀念，不管是現車庫存還是業績領牌車，它们絕對不是什麼次級品或瑕疵車，它往往就是你當初上網選配半天朝思暮想的那台車，只是配備是原廠先幫你配好的。最棒的是，新車第一年最痛的15%到25%折舊，原廠和經銷商已經幫你備掉了。你買到的直接是它的合理殘值，而不是泡沫最高的新車牌價。第二點，抓對時間點砍價才會痛。一年當中最完美的買車時機就是民俗月前的競賽月封關，大約8月以及年底12月的最後衝刺期。當經銷商到了12月，發現自己距離拿到全年度大紅包只差最後3到5台車的時候，他跟你談判的態度和讓利空間絕对跟他在明年初毫無壓力的2月完全是两眼放空的不同世界。第3點，只要你不挑色，全天下都是冷門車的甜甜價。如果一輛 BMW 選了比較特別的特殊色，或是配了非主流的冷門配備，它在車商後院停的時間一定比較長。這雖然對你以後賣車的中古殘值有點影響，但對於你現在買車來說，卻是經銷商最想趕快割肉求售的肥肉。如果你對車色和配備很有彈性，恭喜你，直接去展間找業務開一刀狠的。第4點，認真考慮平行輸入的外匯車。既然我們知道國外原廠有高達38%的破壞性折讓，這中間的價差在台灣往往就是50萬到100萬台幣的驚人數字。這筆錢省下來當加油金不香嗎？花點時間多問幾家指標性的外匯車商，絕對值得你做功課。第5點，也是最少人知道的秘密，善用同行盤車的資源。雖然那些 B2B 的盤車平台和拍賣會一般散客進不去，但如果你剛好有開民營中古車行的好朋友，或是自己有認識懂得切車的同行管道，透過這層關係去標一輛正年份的領牌車，價格絕對低到讓你偷笑。沒錯，這套 BMW 試圖隱藏在幕後的潛規則，只要你搞懂了，它其實一清二楚。經銷商手裡有各種清庫存的武器，領牌車、demo 車、B2B 拍賣、企業長租、外匯、跨國洗車，還有原廠大補助，這些對車商來說是燙手山芋的庫存壓力，但對看懂這支影片的你來說，就是千載難逢的進場好機會。各位車友，你們以前有買過領牌業績車或外匯車的經驗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心得。如果今天這支影片有幫你打開車市新世界的大門，記得幫我點個讚，並且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支影片見。拜拜。